我重生了，这一次我一定要逆天改命。这个女主上辈子是炮灰，这辈子逆袭成天才医生。她一出手，世上所有顶尖的专家都治不好的病，在她手术下却奇迹般的治愈了。外界都传闻她有一双奇迹之手，被所有医生视为护身符，现代医学界都称她为手术之王。然而很少人知道，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全因为她活了2辈子。女主原本是异世界的帝国恶毒皇后，因为一场政变出了意外，最终惨死在反抗军的手中。死后痛定思痛，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不再做那个侵蚀生命的恶毒皇后。重生后，她成了一个孤儿，还经常被别人欺负，背后还有人嚼她舌根子。她感受过恶意，却决定成为一个行医救人的好医生。从5岁起，一天24小时，她高强度48小时学习，最终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了医生，也因为卓越的医术，成为无人能及的外科手术之王。这天，闺蜜带着学妹过来找她，说她的学妹想见见她这位手术之王，正好明天她要去德国做手术，这次聚会就当做是为女主送行。当然，她也不会拒绝，毕竟这一生她决定做个好人。来到餐厅，学妹一见到手术之王，激动的差点叫上前，拿出手机不停的对那双奇迹之手狂拍照。原来在业界，女主的双手早已是护身符般的存在，所以学妹希望这双手能保佑她度过每一个考核的夜晚。闺蜜和学妹拿出菜单后，女主迅速点了自己最爱的甜点。看到女主点了甜点，闺蜜也来了兴致，聊起了工作。学妹也疑惑女主每天加班，不好好享受假期，而是接手术。女主回想起前世的经历，她觉得人生十分珍贵，这一世她更要活得认真一些，就踏上了自己的救赎病人之路。这一世她要救助更多的人，想起了为了保护她而死去的家人，非常想念以前的家人，想着想着眼泪差点流下来。这次女主是要去德国救助一个病人，所以她需要乘坐飞机，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飞机刚进入对流层就发生了意外，飞机向地面坠落。女主感觉自己还有很多人没救治，她感到非常不甘。飞机坠落到了地面，幸运的是没有爆炸。当女主在黑暗中醒来时，她立刻注意到了飞机上的伤者，想着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利用周围一切可用的资源，努力治疗飞机上的所有伤者。还遇到了一个重伤乘客，为救人，女主不顾自己疲倦到了极限的身体，捡起一旁的玻璃碎片，在用消毒液清洗后开始了手术。无麻醉手术，姐姐你才是真洋王啊！万幸她成功救助了那位重伤者。远处传来了救援飞机的声音，看着那些救援飞机，女主的视线却开始模糊。女主一直没有发现自己也受了重伤，为了救人，她毫不顾忌的前行。一路上她腹部全是血迹，生命即将抵达尽头。可这次女主没有任何后悔。在从飞机残骸坠落的那几秒，她看见救援人员冲向自己，她闭上眼，希望能再见到家人。本以为自己会带着遗憾离世，可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再次重生了。她重回到了一切都没有发生前的前世。就在上一世退婚的前一天，女主第一反应就是退婚。皇帝怎么也想不到，一向追着皇太子跑的女主竟然直接提出了退婚，而且她这么做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医生。看到女孩坚定的眼神，皇帝并没有责怪她，反而与她立下了一个赌约。如果女主能在医生考试中合格，证明她做医生比做皇后更有价值，他就同意她退婚。如果不行，女主就只能乖乖做皇后。但这个赌约只持续到女主成年，也就是说女主现在只有6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女主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场赌约。来到花园之后，皇太子很疑惑，女主为什么要接受父皇的赌约？毕竟医生是帝国中最尊贵的职业，考试非常难，问题复杂难懂，皇室成员都无法享受特权当医生。女主当然明白这一点，她有成为医生的坚定理由，她希望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尽可能救治更多的人，但真正的原因她没敢说。女主毕竟重生了2次，她清楚地知道帝国即将发动战争，届时战争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会有一场传染病肆虐3座城市，夺走无数人的生命。而一向待她极好的皇帝陛下也会因为别的疾病早逝，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医学水平不发达所导致的，所以她决心不再让悲剧重演，也希望她心爱的皇太子不必再受苦。刚重生的她立刻梳理出将来会发生的不幸，整个家族都将因她成为皇后而遭受灭顶之灾。成为皇后的她定会被皇太子厌恶，几年后还将在政变中被火刑处死。这时女仆端上了女主最爱的甜点，女主被美味的甜点吸引，她下意识对女仆道谢，女仆顿时愣在原地。要知道以前的大小姐很是娇气任性，经常无理取闹，如今女主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女仆感到很是惊讶，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激动地摔坏了杯子。但她没想到的是，女主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关心她手上的伤，还带她去处理伤口。女仆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真诚地向女主表示感谢。看着女仆感激涕零的样子，女主仿佛回到了上一世，想起治病救人被感谢的场景。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了，她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医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来的不幸。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几天后面见皇帝时提出请求，
只要她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就可以安心的当一名医生了。到了见面的那一天，女主如愿见到了皇帝。再次见到亲切的皇帝，突然她想起了那些重要的事情，想到皇帝临终前的嘱托，她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好皇后，然后她就带着微笑离开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好皇后的职责，还给皇太子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她暗下决心，这次顺便提出了退婚。正当她做好决定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她。这一回头，她想起了前世的一见钟情，那个她已经很久未见的皇太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女主的思绪瞬间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她与皇太子结婚的日子。当时的皇太子总是很冷漠，不管她怎么努力，总是让她不满。没想到自己当时那么愚蠢，明明知道皇太子不喜欢自己，自己还坚持要嫁给他。就在这时，国王说抱歉，来晚了。皇太子说他正忙于筹备远征的计划。一听到远征，女主也从回忆中惊醒，下意识发出惊呼。国王感觉女主似乎有话要说，便让她发表对远征的看法。女主心里一紧，想到前世的记忆，她的哥哥就是因为这场战争而丧命，所以她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可能减少悲剧的发生。于是她建议国王关注东部的蒙塞尔国情况，让大家都非常疑惑。旁边的骑士也开始提醒大家，这次远征需要注意的敌人应该是弗朗苏共和国。从地理位置来看，蒙塞尔王国没有任何理由参与克梯半岛的战争，但他还是给出了理由。蒙塞尔国的现任国王克林特伯爵是位未被承认的国王，如果他想让他的国家正式得到承认，就必须得到弗朗苏共和国的支持，因此弗朗苏共和国肯定会用这个条件来诱使蒙塞尔出兵。但皇太子对此提出了质疑，蒙塞尔的军力顶多也就2万多人，这点兵力怎么能对他们这个西方最强国家构成威胁？女主解释说，克林远征必须经过乌巴齐山脉，如果蒙塞尔的军队向乌克拉山脉进军，那么进入克朱半岛的远征军就会被切断补给，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到那时，他们的远征军必将全军覆没。国王也没有想到女主竟然对国际局势如此了解，大家都觉得这下还真有可能。此时，国王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最近几天总是感到难受。看到这一幕的女主立刻想到国王曾因病过早去世，她便询问国王是否有不适，比如总是睡不好，喝很多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并且经常因憋尿而醒来。得到国王的确认后，女主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她表示最近看过一本医学书，书中描述的一种病状与国王的很相似，虽然她记不清那病的名字，但她记得那是由血糖过高引起的。国王决定回去和他的私人医生谈谈，女主也就没有再多说，毕竟国王的私人医生医术还算不错，有了他这么一个旁敲侧击的提醒，医生应该很快就能确诊国王的糖尿病，这样他的病就有望得到治疗了。女主还顺势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国王觉得女主今天的表现真的很出色，所以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没想到女主马上就表示想取消和皇太子的婚约，她父亲一听顿时慌了，在皇帝面前宣称要推掉和皇太子的婚约，简直不想活了。女主是有她考虑好的理由的，以前她要死要活的想要和皇太子结婚，现在却突然就改变主意。女主解释，她经过了深思熟虑，她意识到成为皇太子的太子妃也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未来将是国母这样的尊贵身份，但她感觉自己还不够成熟，承担不了这样的身份。她说话时向国王下跪，请求国王原谅她的无知，但国王知道女主的真正理由不止这些，于是让女主抬起头说出真正的理由。女主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决，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看到女主坚定的眼神，国王并没有责怪她，而是和女主打了一个赌，如果女主能通过考试成为医生，证明她作为医生的价值大于皇后，那么就同意她取消婚约，如果不行，女主就得乖乖成为皇后。当然这个期限是在女主成年之前，也就是说女主现在只有6个月时间。但出乎意料的是，女主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这个赌约。之后国王召来朝中最著名的御医，让他来给自己看病，可是御医却束手无策，直到皇太子按照女主的指示诊断出病因，御医也吓了一跳，连夜回家钻研了一整天，最终在一篇最新的医学文章中找到了线索，发现这是一种叫做糖尿病的疾病，原因是血糖过高。御医不禁开始怀疑，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不过2周，谁能一眼看出皇帝的病症？在御医深思熟虑时，女主和皇帝打了一个赌，必须在6个月内通过医生资格考试，她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拿到医生执照，负责教学和考核的是帝国最年轻的医学博士。第2次见到女主时，医学博士觉得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他甚至不想浪费时间在她身上，直接带她到了医院中最混乱的病房，心想这个大小姐肯定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病房里的病人看到她一个娇滴滴的小姐，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希望，甚至有人开始对她冷嘲热讽。但女主对这一切视若无睹，立刻让护士拿来清洁工具，开始亲自清理这个乱糟糟的病房。想要让病人舒服，首先得保持环境的清洁。女主一个人开始努力打扫，
护士们见状也纷纷加入清洁队伍，很快病房变得干干净净。这时候一个壮汉突然发病，痛得难以忍受，得知他是因为骨折住院，女主立刻检查他的伤口，发现因为长时间卧床，伤口已经感染严重，必须迅速手术去除坏死组织，否则可能会发生败血症。马上让护士准备消毒水、麻醉药和手术工具。护士们听说他一个新来的要做手术，都开始质疑他。病人们也觉得他不靠谱的时候，壮汉已经痛苦地同意了。护士们只能配合着准备手术器械。注射完麻药，女主先进行彻底消毒，然后拿起手术刀开始手术。护士们原本还在犹豫，但手术成功后，壮汉也表示感觉好多了。其他病人也开始信任女主，纷纷希望由她来治疗。就这样，女主忙了整整1天1夜。同时，那位天才医生正在被院长训斥，因为让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自行操作。医生被问责，吓得立即道歉，然后急忙往女主所在的病房赶。经理以为那个大小姐早已逃跑，但当她走进病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病房竟这么干净。随后看到女主正在睡觉，心想这个大小姐居然还在这儿，正要开口责问，却被病人们拦住了。他们说女主忙活了整整1晚，刚刚才睡着不久。医生，你赶紧走开，别打扰她休息。连护士们也都夸赞女主，讲述女主的英勇事迹。这时女主被吵醒了，一睁眼就看到医生责备的眼神，认为女主不该私自进行手术。但检查了病人的手术效果后，医生十分震惊，因为伤口处理得非常好，但还是怀疑女主请了其他医生帮忙。医生不依不饶，露出嘲讽的笑容。这时病人亲自为女主辩解，确认手术确实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医生还是不信，带着女主去看了一个病情复杂的病人，让女主看化验单诊断病情。没想到女主准确地诊断出了病名，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医生这才罢休，让女主回病房去。回到病房的医生终于意识到，这个新来的小姐比自己还厉害，做出了他都做不到的事。他难以置信，决定继续观察女主，发现女主对病患的处理非常出色。医生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自己不如这位新人，主动向女主道歉，两人达成和解。此时在皇宫内，国王想起女主的话，那御医忙了好几天才诊断出病名，觉得这次赌约很有可能要输，但他依然希望女主能成为皇后，把皇太子调到女主所在的区域维护秩序，让皇太子好好照顾女主。如果不能维持婚约，就支持他去追求女主。女主现在正在提名医院实习，但是医院的医生一看到她，都认为她是个过来混日子的大小姐，可能一看到血就会晕倒，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医生。但格拉汉医生已经决定了，让汉森带着女主去熟悉一下环境。汉森就开始带女主熟悉环境，向她介绍医院的看病流程。病人来到医院后，先由实习医生进行出诊，然后报告给医生进行诊治。这时有人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说有紧急病人。汉森立刻让护士把病人带过来，决定向女主展示诊断方法。病人被送来时，汉森显得有些紧张，因为病人突然感到心脏不适，立即要求拿来心电图机，叫格拉汉医生来。但女主观察病人，发现病情有些不对劲，这时候做心电图已经来不及了，更不用说等格拉汉医生了。再过2分钟，病人可能就危险了，因为病人可能是张力性气胸。立刻让汉森把听诊器递给自己。汉森还在犹豫，时间紧迫了，幸亏旁边的护士迅速拿来了听诊器。检查后发现患者的肺部确实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胸腔明显鼓胀，可以确定这是典型的张力性气胸。如果不立即处理，心脏会因为空气压迫而导致休克。这种情况下，患者的生命极其危险。立刻指示护士拿来最粗的针和消毒液。就在汉森一脸懵逼的表情中，女主开始给患者的胸部消毒，接着指导他们固定患者，然后把针头仔细地插入患者的胸腔。很快就有气体喷涌而出，等气体完全排出，患者显著地感到了轻松，心跳也恢复了正常。而汉森仍然一脸错愕。这时格拉汉医生也赶到了，看到患者已经被处理好，并询问了处理的详细过程。女主向格拉汉解释了张力性气胸的病理。格拉汉沉思片刻后，认为女主处理得非常专业，他也意识到当时的紧急情况，如果不是及时处理，患者可能不治身亡。旁边的医生们纷纷询问女主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女主解释之后，所有医生都对她赞叹不已，纷纷表示想要向她学习医学知识。从那以后，女主治愈了许多患者，在医院的声望逐渐提升。但有一天当班时，医院急诊送来了一名伤势极其严重的病人，患者的脾脏被子弹穿透，几乎无法止血，即便是天才医生格拉汉也束手无策。听到这个消息的金毛觉得可能是薪酬给的不够，直接拿出了皇室的徽章，说只要能治好，钱不是问题。尽管如此，天才医生格拉汉还是束手无策。在他看来，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神医。他无可奈何地准备宣布病危通知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女主的声音。女主说她会尽力而为。格拉汉觉得女主在说大话，因为脾脏一旦破损，止血几乎不可能，毕竟血管已经断裂。但女主用她的理论知识向他解释，只要切除脾脏就行。听到这话，格拉汉瞬间意识到切除脾脏确实能达到止血的效果，但这种方法之前没人考虑过，而且脾脏位于腹部深处，被各种器官包围，手术难度极大。
女主却信心满满的说有办法，她说出的理论让格拉汉都听不懂，所以她也没法反驳。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谁来做这个手术？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这场手术，但女主坚持要亲自动手。格拉汉觉得这超出了实习医生的范畴，但女主认为不做手术伤员肯定会死，如果手术成功她还能救活伤员，前者必死无疑，后者还有一线生机。金毛男子急于救人，直接同意让女主主刀，最后格拉汉只好同意，决定给女主当助手。随着手术的进行，格拉汉越来越感到震惊，直到女主缝合完毕，格拉汉还没缓过神来，感觉像是在做梦。而金毛男子其实是皇太子的马甲，是国王派来视察的，因此皇太子就利用皇室的变身技能变成金毛。没想到在路过一个小巷时遇到了一个歹徒抢劫，为了保护皇太子，一位骑士为皇太子挡下了一枪，经过治疗的骑士现已被皇太子送往皇家医院。那次手术的报告也送达了，传到了帝国最著名的医师那里。太医把报告给了院长看，但院长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认为这种手术根本不可能实现，还说病人现在已经治好了，正在皇家医院休养。听到这话，院长不得不重视，问这手术是谁做的。御医回答说就是院长所在医院完成的。院长这才回想起最近刚转院到皇家医院的医生有2个，当时的手术医生是格拉汉。第二天得知是因为那场手术获得认可，格拉汉还顺带推荐了女主，他们被叫到院长办公室，因为御医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这个思想超前还能做脾脏手术的医术高人。但爱丽丝见到他后立刻感到不安，原来小时候御医经常给他治病，他担心被他认出，毕竟他现在是以罗拉的身份在实习。果不其然，御医觉得他面熟，但想到那见过的女孩性格娇气，认为他不可能来医院实习，他就马上放弃了那个念头。再三确认是这位小姑娘做的手术，御医非常激动，在医疗界50年，他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无师自通的天才。他决定推荐他到皇家医院工作，那是帝国里最顶尖的医院呢。爱丽丝也非常向往，但前提是她得先通过医师资格考试。院长坦白说，这次考试国王还特地提高了考试的难度，甚至把考试时间提前到了他的生日宴会结束后。听到这个，爱丽丝突然有点担心，她和皇太子的婚约是在那次生日宴会上宣布的，那时她满心期待未来的幸福，没想到一直到被处死的那一刻，皇太子都没有正眼看她一次。就在这时，变装的皇太子突然出现了。自从上次和爱丽丝分开后，他时不时就会想起她，今天特地抽空过来看看她。虽然傲娇的他不太愿意多说话，见面没几句话就转身要走。爱丽丝误以为他是急性病发，急忙拉着他到办公室。经过仔细检查后，虽然不至于需要手术，但需要定期吃药和复诊，每个月都得来医院进行复查，坚持复查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他因为太惦记爱丽丝，工作都无法集中，结果又偷偷变装来医院，虽然说是来散散心，实际上是因为想见爱丽丝。这话他实在是说不出口。接着他还主动开始帮爱丽丝打扫卫生，看着爱丽丝开心的样子，他的脸顿时红了。自从15年前受到心灵创伤后，他就再也没有真心笑过。他想留住这种纯真的笑容，于是就向爱丽丝的大哥打听她的喜好，就为了给她买礼物让她开心。但此刻的爱丽丝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她了，她果断拒绝了送她红宝石的金毛，但误以为他是为了感谢她治病。他说如果真想感谢她，不妨请她吃草莓蛋糕。爱丽丝惊讶地发现他竟然知道她的喜好，她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的，那一刻她觉得金毛和皇太子有几分相似。很快就是国王的生日了，帝国的贵族们都来参加宴会，爱丽丝难得的打扮的清纯，立刻成了众人讨论的焦点。连平时看她不顺眼的安娜也觉得她变了样，觉得她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了，但还是对她不理不睬，因为她曾经以捉弄安娜为乐，让安娜在众人面前多次出丑。没想到女主却真诚地向安娜道歉，吓得安娜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皇太子刚好出现，安娜立刻目不转睛，原来她和爱丽丝一样喜欢皇太子，所以两人之间总是竞争。但现在的爱丽丝只想专心治病救人，不想在感情上再犯同样的错误。想到安娜多年来的一片情深，爱丽丝决定帮她和皇太子牵线。没想到她的二哥突然出现，警告她不要和查尔德家族扯上关系。原来皇室内部主要分成2大派系，一个是以爱丽丝家族为首的亲王，另一个是以查尔德家族为首的支持3皇太子的派系。这2大派系长期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这让皇宫的内部永无宁日。然而意外的是，美丽的爱丽丝竟然吸引了查尔德家族那些贵公子的注意，他们厚颜无耻地前来请求与她跳舞，这让爱丽丝处在两难的境地。幸好皇太子及时赶到帮忙解围，拉她去一起跳舞。自从皇太子一进入宴会厅，他的眼神就一直锁定在爱丽丝身上，现场立刻变得沸腾起来。毕竟皇太子是出了名的舞技高超，没想到爱丽丝也毫不逊色。只有爱丽丝自己知道，其实上一世她完全跟不上皇太子的步伐，感觉很尴尬。因此她拼命的练习，练到脚都磨破了无数次，才有今天的水平。就在她心情激动时，突然看到安娜好像快要摔倒。舞曲结束后，她立马跑去看看怎么回事，恰好接住了摇摇欲坠的安娜。原来安娜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为了不让家族失面子，
他硬是忍着病痛来参加宴会。皇太子见状，立刻带他们去了皇家休息室，让安娜在那里休息。没想到安娜误以为是皇太子在关心她，一下子激动起来，而爱丽丝则主动留下来照顾她。皇太子却显得有点不高兴，女孩子的醋你都吃。爱丽丝认认真真的照顾了她许久，安娜第一次对爱丽丝产生了好感。但当他们回到宴会时，国王却表示要宣布皇太子订婚的事情。爱丽丝非常震惊，明明之前和国王商量好了，等他拿到医生执照后再做决定。然而那些贵族却显得非常期待，大家都在猜幸运儿会是谁，是安娜还是爱丽丝。当国王说出爱丽丝的名字时，现场一瞬间寂静无声。爱丽丝仿佛被雷劈中一样，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安娜也感觉如被雷击，差点伤心的晕过去，不料被三皇子及时接住。国王背弃了和爱丽丝的约定，竟然擅自宣布他和皇太子的婚约。爱丽丝震惊的无法置信，宴会一结束就去找国王理论，不听国王的苦心劝说，坚决地表示自己这辈子只想当医生，更加努力地准备医师考试。没想到在宴会上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一位年迈的公爵夫人突然倒地不起，脸色和嘴唇都瞬间变色发紫，贵族们立刻慌乱的不知所措。爱丽丝迅速识别出病状，确定她是被食物堵塞了气管，立刻采取海姆立克法进行抢救，没想到却没起效果。情急之下，她又冒险拿起餐刀，消毒后就准备手术，同时警告众人不要干扰，否则公爵夫人可能会丧命。说完，她熟练地定位手术部位，迅速切开让气管通畅，然后把吸管插了进去。就这样，短短几分钟，手术竟然成功了。周围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没想到一会儿，他们竟然以伤害皇亲国戚罪将她带走。幸好不久后，公爵夫人醒了过来。本来国王想放爱丽丝，可是高级官员们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爱丽丝的名声会传开，那样民众可能会支持她成为医生而不是王妃。无奈之下，国王只好命令帝国顶尖的医疗团队故意在爱丽丝的手术中找麻烦，从而切断她的医生之路。就这样，爱丽丝继续被关在牢塔里，依然每天不停地看书准备考试。没想到因为过度疲劳晕倒了，梦见了三皇子和他告别的情景。原来在第一个世界里，他是他唯一的朋友，每次皇太子冷落他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给他带来温暖。但是他心碎的是，他在与皇太子争夺皇位时不幸遇难。看到爱丽丝伤心的样子，皇太子也感受到心痛。其实他早已知道爱丽丝被捕的消息，但他总是选择半夜来看望她，因为白天在宫中太容易暴露自己的情绪。没想到三皇子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一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皇兄对一个女子感兴趣，于是开始偷偷观察爱丽丝，决定要好好捉弄她一番。于是悄悄地走在她背后，爱丽丝被吓得差点魂飞魄散，但这位厚脸皮的三皇子趁机追击，竟然故意自称是皇太子的死敌，想要彻底激怒他。没想到爱丽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呼喊他的小名，这让他大吃一惊。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而爱丽丝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们这一世第一次私下见面。他立刻调整了情绪，这让三皇子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不解地想知道为什么他看他的眼神里满是悲伤。第二天一早，他就突然来访，邀请他晚上到他的房间小酌一杯。爱丽丝不想耽误学习，委婉地拒绝了，但最终没能抵挡住甜点的诱惑。他这才得知，原来三皇子最近也被关在这里，因为他偷了国王珍藏的美酒。爱丽丝感到无奈，没想到他和第一世一样任性，这让他突然想起他临终前的情景，不由得鼻子一酸。三皇子感到一丝愧疚，不过他对爱丽丝感到十分好奇，觉得他看自己的眼神好像已经认识自己好几辈子了。爱丽丝心虚的汗流浃背了，但他很想知道他为啥拒绝成为王妃。他误以为他讨厌皇太子，没想到爱丽丝非常认真地解释他对医疗救护的热爱。他说做医生让他感到生命的意义。三皇子对他的好感急剧上升，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独特的女孩。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理想，随后他露出了同情的表情，坦白说国王的命令很难违抗，这反而激起了爱丽丝的斗志。他发誓绝不会让自己像笼中鸟一样被人摆布，他要努力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掌握自己的人生。他那坚定的样子不经意间激发了三皇子的保护欲，他亲自把熟睡的爱丽丝抱回房间，心想如果是皇兄的话，定会想尽办法让他离开这里。巧合的是，国王正好收到了调查结果，但他万万没想到，整个医疗团队居然找不到爱丽丝的任何过失，反而称赞她的表现完美。尽管她的处理方法略带风险，但手术原理合情合理，可以说是医学界的领军人物，这真是大开眼界。但这让国王不再理会那位长发官员，命令他立即让爱丽丝解除禁足，批准了御医的请求，允许他和格拉汉去见这位医学巨擘。两人激动得不得了，格拉汉更是兴奋异常。罗拉的出现已经让他大为震撼，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一个传奇天才。他完全不知道罗拉其实是爱丽丝用来实习的假身份，他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让他的好友顿时感到失望，因此开始耿耿于怀。但突然发生的一场医疗急救，让他借此机会理解了对方的人品和内心，同时也彻底消除了他内心的芥蒂。
想要亲眼见识一下医学界的传奇天才。格拉汉和医生一起去找爱丽丝，当他们见到她之后，爱丽丝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她赶紧向他们道歉。她终于揭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医生也终于明白，之前遇到的女孩正是爱丽丝，他也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反应过来后，他立刻把爱丽丝被安全救出的消息通知了对方。本来听到这个好消息应该很高兴，但看到格拉汉愁眉不展，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隐瞒真实名字造成了他的不满。回到医院工作，爱丽丝继续支持格拉汉，因为她内心仍在为隐瞒身份感到懊悔，所以面对格拉汉时也显得十分紧张。被对方称呼后，爱丽丝更加确信她理解了对方的感受。在提交自己的医疗报告后，爱丽丝再次见到对方愁眉苦脸的样子，那一刻的她内心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她不知道对方愁眉苦脸，其实完全是因为她的笔记实在太难看了。她本来想找机会向格拉汉道歉，但被同事告知对方请假回家了。无奈之下，爱丽丝只能选择在第二天上班时再等待，再次向格拉汉表达歉意。但连续好几天，爱丽丝在医院里都没有见到他。原本想问问同事格拉汉的情况，不料男同事说的话让爱丽丝更难以原谅自己。为了得到格拉汉的原谅，她一个人去了他家。正当女仆接待爱丽丝时，突然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很快就痛得晕过去了。爱丽丝看到女仆的情况，立刻叫来了格拉汉。看到仆人约德尔痛苦的模样，格拉汉也急了。听了爱丽丝的专业建议，他意识到约德尔的生命危急，二人立刻把约德尔送往医院。格拉汉亲自为他做手术，爱丽丝作为新手医生在旁边帮助格拉汉。手术结束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出于职业习惯，爱丽丝开始写医疗报告，但看到他那像爬虫一样的字迹，格拉汉赶紧开始亲自写。格拉汉自己动手写起来。此时两人都没有什么事情，爱丽丝也开始向对方道歉，解释自己并非故意隐瞒身份。了解到对方误会后，格拉汉立刻开始解释。事情弄清楚后，两人之间的误会也解除了。随后格拉汉解释为什么他没去医院，而是选择在家闭门不出。听到对方称赞自己是个天才，他感到很有成就感，选择待在家里努力学习。爱丽丝开始对格拉汉产生了兴趣，为了更好地了解格拉汉，她趁机询问了他选择学医的原因。随着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格拉汉也开始向爱丽丝分享自己的过去。听了格拉汉的讲述，爱丽丝得知他的过去充满艰难，这让她对格拉汉的敬意更深了。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还说希望格拉汉以后不要用敬语称呼她。面对这位小个子女生，格拉汉感觉很特别，他没发现自己心里对爱丽丝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当爱丽丝回到家后，她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有三皇子告知她，他创新了一种医疗技术，因此获得了国王的奖章。在格拉汉这边也有好消息传来，看到约德尔从病床上苏醒，格拉汉感到一块大石终于落地。在和约德尔聊天时，他向他表示歉意，说自己没能好好的关心他，把约德尔当做自己的家人。面对格拉汉的关怀，约德尔也非常感动，过往的种种回忆在心中浮现。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女孩和朱莉安娜相遇，虽然两人的家族原本是敌对的，但通过女孩善良而天真的行为，成功的让对方成为了自己的朋友，还拉近了两个家族的关系。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受恶劣天气影响，马车夫差点没把爱丽丝撞倒在路上。车内的朱莉安娜察觉到这一幕后，立刻下车来看个究竟，发现眼前的女孩是最近风头正盛的爱丽丝。她立即把车夫忘到脑后，仔细的关注爱丽丝的情况。但爱丽丝并没有和她说太多，而是去检查受伤的车夫。通过她的专业检查，爱丽丝发现车夫有骨折。正在抱怨自己没带药品时，朱莉安娜在旁边给了爱丽丝帮助。在她的协助下，爱丽丝及时处理了车夫的伤势。朱莉安娜对此感到钦佩。回到家后，朱莉安娜开始照顾爱丽丝，因为她在救治车夫时身上被雨淋湿了，结果感冒了。朱莉安娜借着天黑路滑的理由让她留宿。当爱丽丝洗了个热水澡，她才反应过来，自家和朱莉安娜的家族关系本就不好，这次事件可能会让关系更糟。但朱莉安娜的细心照顾让爱丽丝的顾虑消散了。当两人一起喝茶时，朱莉安娜对爱丽丝敞开心扉，她对爱丽丝从医的事表示敬佩，甚至对她获得奖章的仪式赞不绝口。听着朱莉安娜的夸奖，爱丽丝有点不好意思。当谈起她的未婚夫时，她本想安慰朱莉安娜，但她的无意识动作却让对方忽然醒悟，立刻转移了话题，让爱丽丝去休息。之后，朱莉安娜回想起之前的举动，意识到自己已经坠入了爱河。爱丽丝的内外兼具的善良让朱莉安娜更加关心她。当她发现爱丽丝高烧时，马上让仆人去请医生，叫来了家里的主治医生。同时，朱莉安娜的哥哥提到爱丽丝时，因为爱丽丝是敌对家族的人而感到厌烦。跟哥哥谈完后，朱莉安娜并没有按他的意见行事，仍然坚持照顾爱丽丝。当家庭医生过来后，她惊讶于两个家族的人能和平相处。医生离开后，朱莉安娜继续照顾爱丽丝，在细心照料下，爱丽丝开始害羞。随着两人亲密交谈，他们的话题越来越多。朱莉安娜还提起了爱丽丝小时候的顽皮事，爱丽丝无言以对。但朱莉安娜为了不让她多想，表示那些都不重要。为了增进与爱丽丝的关系，
趁着天气好，邀请他一起出去玩。尽管两人来自有仇的家族，关系却异常融洽，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消除家仇。在皇宫的宫殿内，贵族精英聚首一堂，在讨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时，作为未来皇太子妃的爱丽丝也成了他们讨论的焦点，因为她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未来的皇太子很可能会受她的影响，如果敌人成了皇太子，那么所有家族都将面临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丽丝和朱莉安娜正在户外享受茶点。爱丽丝本来就喜欢甜食，尝过朱莉安娜亲手做的饼干后，对她的好感更上一层楼。她已经将朱莉安娜视为好朋友，俩人现在无话不谈，还分享了一些悲伤的往事。看到爱丽丝也敞开心扉，朱莉安娜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没有明显的显示出来，但她内心十分激动。情感丰富的朱莉安娜甚至承诺，在爱丽丝结婚时会亲自帮她打扮。茶话会结束后，爱丽丝回到了家，见到家里人后，家人询问她在敌人家的情况，担心她是否受到伤害。可是爱丽丝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家人也感到难以置信。看着爱丽丝从朱莉安娜那里带回的饼干，他们终于确信爱丽丝没有受到欺负。爱丽丝这边还没有想要和皇太子结婚，披着马甲的皇太子也担心马甲掉落被发现后，就要改变方式接近女孩。带着马甲约会时，皇太子因一次意外而对爱丽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面临外貌和身份的变化，好印象似乎没什么作用。在爱丽丝的治疗下焕然一新。当他回来向皇太子汇报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爱丽丝的出色医术。他们正在聊天的时候，皇太子的另一个手下走了过来。莱恩和他们一起聊天，提到爱丽丝这几天有些身体不适，但他还没说清楚，随即急忙问起爱丽丝的情况。知道没有什么大问题后，他就放心了。爱丽丝正在努力学习医学，三皇子突然来访，迫使爱丽丝放下手头的学习资料。她跑到外面去散步，本想出去散散心，但不知不觉走到了医院门口。在同事的提醒下，她才意识到今天是休息日，因此爱丽丝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做点别的。可金毛的出现让爱丽丝停下了脚步，他询问了爱丽丝的健康状况，然后提出要用美食来感谢爱丽丝。金毛提议去吃甜品，爱丽丝当然乐坏了。到了咖啡馆之后，金毛看着她吃得开心，沉思起来，因为他不想对方总吃甜食，吃太多确实有些不健康。金毛皱起了眉头，他在想该怎么了解爱丽丝的其他美食偏好。一边考虑的时候，对面的爱丽丝看着他，还以为这个男人在思考重要的国家大事。当爱丽丝吃完甜品后，两人就准备回家了。正在路上走着，金毛因为他直爽的性格，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让爱丽丝突然感到尴尬。她本来就单纯，虽然不会多想，但面对金毛这种直接的话，她不得不多想一下。尤其是当金毛提出看电影时，她想借此回报他，不在乎爱丽丝明显的尴尬，坚持一起去看爱情电影。他还特意表明就是想和爱丽丝一起看。爱丽丝已经有点害羞了，这话一说，爱丽丝更是以为对方想跟她在一起。金毛就像男友一样邀请她，爱丽丝也就自然地扮演起了女友的角色。两人像情侣一样看起了电影，看着身边的爱丽丝，金毛心里也感觉很特别。当大家都在看电影的时候，由于演员的失误导致剧院发生了火灾，人们意识到后纷纷往外跑。作为唯一懂医学的爱丽丝看到人们已经开始慌乱，立刻让大家赶紧往外逃离，避免吸入过多烟雾危及生命。面对她的劝告，周围的人不但不听，还开始反驳爱丽丝。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金毛站了出来，他的一句话让对面的人们马上安静下来。面对他的警告，在金毛的引导下，大家都按照爱丽丝的指示安全地逃出了剧院。爱丽丝作为医护人员，还对受伤的人进行了简单的急救。正当爱丽丝和金毛准备一起逃出去时，屋顶坍塌，迫使他们寻找别的出路。当他们听到有孩子呼救的声音时，就顺着声音走向了地下通道，发现有孩子被困住了。金毛没有犹豫，立刻让爱丽丝带着小女孩先走，自己留下来帮助小男孩逃生。就是这一行动暴露了金毛的真实身份，从金色变成了黑色，皇太子的真面目也显露了。不久之后，整个剧院因大火险些被毁。爱丽丝一直很担心，看到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她的心也终于放下了。看着爱丽丝专注的样子，知道她很在乎自己，但她也明白，一旦她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可能不会选择和自己结婚。所以皇太子心情也是十分复杂，虽然还想和爱丽丝多待会儿，但他哥哥的突然出现让皇太子不得不回到了原来的身份。趁着爱丽丝被哥哥吸引注意力时，皇太子也趁机离开了。到了第二天，爱丽丝回忆起金毛，回想着他的样子，爱丽丝也不禁脸红。而皇太子在这时使用变身能力后，意识到自己暂时无法再变身，虽然未来的日子里无法以另外一种身份接近爱丽丝，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用真实的自我去接触她，不再用金毛的身份欺骗他了。原本是庆祝战争胜利的美好日子，不料国王却被贵族暗算了。皇太子也因此被怀疑参与刺杀国王，被拘捕。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原本与此无关的女主也遇到了严重的人身安全问题，但是她干脆出手，最终因救人有功，并开创了全新的医疗急救方法。爱丽丝因此受到国王的表彰。在宫殿里，她在众多人面前被授予骑士爵位。授爵仪式结束之后，爱丽丝开始和贵族夫人们聊天，听到别人说她是为了做慈善才成为医生，她立刻开始解释。但这还不是最让她烦恼的事。回想起之前与国王的对话，爱丽丝对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决心更坚定了。
和国王交流的时候，爱丽丝的职业习惯又出现了。她注意到国王脸色不好，就像对待病人一样，询问国王的身体状况。面对他的问询，国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作为主角享受当天的庆功宴。当朱莉安娜来找他的时候，皇太子看到父亲有空，就给他倒酒。但没有想到，国王刚喝下一杯，就立刻出现了异常状况。当他突然倒地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极为震惊。爱丽丝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她赶紧上前检查国王的情况，发现国王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她立刻开始进行急救。经过紧张的抢救，国王暂时脱离了危险，但现在陷入了休克状态。医生随即把他送往了医院。作为儿子的皇太子应该立刻去医院，但他现在被控谋杀，背负重罪，被守卫直接抓起来了。在医院这边，爱丽丝看着昏迷不醒的国王，心中回想起自己父亲的去世，她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于是暗下决心要尽一切办法救助国王。这时候，在宫廷内部，一些贵族再次聚集起来，开始讨论国王被暗杀的事情。有人认为这是毒杀，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贵族们对此事意见有分歧，互相辩论各自的观点。作为权力不大的三皇子，他也参加了这次贵族会议，就是因为他的存在，才让会议没有变得混乱。会议结束后，一些年轻的贵族找到安塞尔侯爵，询问关于暗杀的真相。面对同僚的提问，他没有任何隐瞒，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曾有暗杀的打算。他还告诉他们，国王随时可能不行。于是他让报社开始准备丧事报道。面对他的这番话，那两位年轻的贵族觉得国王肯定没救了。另一边，相信皇太子无辜的贵族聚集起来，他们也无法为皇太子洗清罪名。因此这几个人想到了请教有一定名气的爱丽丝。考虑到国王的当前状况，虽然爱丽丝医术高明，但她也没有办法立刻改善国王的状况。即使是格拉汉来接管治疗，爱丽丝还是担心国王醒不过来。原本打算为国王做进一步检查，但格拉汉并不同意。看着急切的爱丽丝，他建议她先休息一下，先安定自己的情绪，再来照顾国王。在格拉汉的劝说下，爱丽丝暂时离开了国王的身边。但当她坐在大街上时，又开始自责没有能力治好国王。她本就心情混乱，看到关于皇太子的新闻后，她突然想去看看皇太子。当她见到皇太子后，立刻注意到皇太子瘦了很多。她还没有开口说话，皇太子就先说了。听皇太子自责无能，爱丽丝看得有些心疼，情绪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没等说完，就走到皇太子面前，当着他的面发誓，他一定会治好国王。离开塔楼后，通过医院传来的消息得知，国王再次休克了。他在等待侍卫驾马车来接他时，就在这时，那两个年轻贵族找到了他，他们试图阻止他治疗国王。两位贵族开始对他动手，幸好夜深人静，周围又雾气弥漫，他借此机会暂时躲避了两人的攻击。爱丽丝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其中一个贵族已经找到了他，随即向他发起了攻击。为了救国王的性命，还得在巨大压力下逃出升天，为国王进行手术。女主这个好好的外科医生可真是倒了大霉，不得不经历这么多苦难。年轻贵族要杀掉爱丽丝时，危急之际，三皇子米哈尔救了他。面对米哈尔的突然出现，这些年轻贵族也开始慌了。后来才知道，对方早已洞悉了他们的计划。看到暗杀计划出了差错，这两个贵族便请求米哈尔不要介入此事，但被对方坚决拒绝。看到暗杀行动不得不停止，三名杀手的出现让局势进一步恶化。其中一个持枪向米哈尔冲去，米哈尔见状毫不留情，迅速制服了两个。看到他这么厉害，剩下的杀手和两位贵族被吓得逃跑了。爱丽丝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吓得浑身发抖。就在米哈尔安慰她的时候，爱丽丝没有选择回家休息，而是让米哈尔带她去医院看望国王。向医生一问之后才知道，国王的各项指标都正常，怎么也找不到病因。在这种情况下，爱丽丝也是眉头紧锁。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来，旁边的医生就先说国王已经没救了，让两个皇子来这里和他们的父亲告别。听了医生的话，她同意让皇太子过来，但同时也要做好手术准备。听爱丽丝这么一说，病房里的几个人都吓傻了。皇太子到来之后，爱丽丝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她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病因是否真如自己所猜测的，所以她请皇太子做最后的决定。得知了一切后，皇太子立刻下令让爱丽丝给父亲做手术。在手术室里，爱丽丝担任主刀医生，医生和助手协助她。随着手术的进行，爱丽丝切开国王的胸口后，发现他的血管内没有血栓。见此情况，她也被吓了一跳。虽然这种情况很令人沮丧，但爱丽丝没有放弃。平复情绪后，他再次寻找国王体内的血栓。天助劳人心，找到了细节，国王的肺部血栓和淋巴瘤都被成功移除。确认国王安全后，爱丽丝这才松了一口气。当她从手术室出来时，发现天已经亮了。知道皇太子和其他人还在外面等着，爱丽丝急忙走到大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听到国王平安无事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的嫌疑也因此被洗净，提起的心终于落地了。虽然这场麻烦已经解决，但爱丽丝并不打算休息，而是决定继续参加接下来的医学考试。看她这么努力，大家都劝她先休息一下，放过这次考试。爱丽丝婉拒了众人的建议，坚持要参加考试。在格拉汉的鼓励下，她建立了自己的医院，
转眼间，他看到皇太子已经准备好了马车，他对爱丽丝救治国王表示感激，并向他发出了邀请，说要请他吃草莓塔。听到这个提议，爱丽丝终于明白金毛就是皇太子的伪装。但考试时间临近，他没有时间多说什么，就匆忙赶到考场。虽然感觉很困难，但他还是以98的高分异军突起。当考官宣布这个成绩时，所有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对于那2个答错的问题，首席医师在审阅试卷时出了问题，而他多次救人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医学界的认可，他是100年难遇的天才。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面对这样的天才少女，国王内心深感敬佩。在与她单独交谈时，国王把她当作真正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遗憾和错误。随着那些悲伤的往事再次涌现，此时的爱丽丝也终于学会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在国王提到过去的疑虑时，他开始开导国王，对于他们之间的赌约，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他更适合当医生，而不是居住在皇宫。国王也被他的话感动，不再对往事感到忧伤。在未来的日子里，爱丽丝的品格影响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家族之间的仇恨也随之消散，每个人都成为了他的朋友。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也在稳步发展，爱丽丝则更加坚定地向前，走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